很多人问我，尼斯是不是女人？只要长得漂亮，这辈子就是天生的赢家。我今天要给各位泼一盆冷水，讲几句真心话。漂亮救不了你的命。女人这一辈子，无论你长得像天仙还是普普通通，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一条渡劫的路。为什么很多女人觉得自己命苦？因为在这条路上藏着5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拦路虎。这5道关是老天爷给女人设的局，跨过去了，你就是凤凰涅槃；跨不过去，你就是一辈子稀里糊涂在苦海里打转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关乎女人一生幸福的天机给各位彻底点破。接下来我会把这5关一关一关拆解开来讲给你们听。我会教你们怎么用中医的方法顾好身体，怎么用易经的智慧去识人，怎么用风水的道理来旺家运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讲第一关。这一关是天下女人最容易迷糊，也是摔得最惨的一关。我跟你们讲这情关难过，不是因为这一关有多复杂，而是因为这一关它像是中了邪一样，它有一种迷魂汤。喝下去之后，哪怕你是大老板，你是高材生，你的那个神瞬间就跑掉了。台语讲就是头壳坏去了。我看过太多条件很好的女孩子，书读得很好，事业那是真好命的面相，可是一碰到感情马上就变成傻瓜。别人都看出来那个男人是不老实的，是来骗吃骗喝的，他看不出来。他还要帮那个男人数钱，还要帮他找理由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简直就像我们俗话说的鬼遮眼嘛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陷在感情里出不来？我先从我们中医的生理学给你们讲透这个根源。你们听懂了这个，就不会再怪自己命苦了。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，男为阳，女为阴。男人是以气为主，女人是以血为主。气是什么？气是无形的，是动的，发散出去就算了。所以我们看男人脾气发完就没事了，跟没神经一样。但血是什么？血是有形的，是养命的，是要守住的。女人的身体里掌管情感的那条经络叫做心包经，还有心经。这在女人身上那是特别的敏感。古人讲女子以肝为先天，肝是干什么的？肝是藏血的。你所有的委屈、生气、郁卒，最后都是藏在肝血里。当一个女孩子动了情，她的血就会跟着动。男人的爱像一阵风吹过去就算了，女人的爱那是连着肉的。所以女人一旦爱上一个人，那是把自己的精气神都赔进去了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，一旦这个感情出了问题，男人可能只是去喝顿酒睡一觉就好了，女人伤的是根本，伤的是阴血啊。很多女孩子失恋以后，月经开始乱，胸部开始长硬块，甲状腺出问题，甚至最后子宫长肌瘤。为什么？因为情志伤阴啊，那个气堵在身体里，阳气化不开，那个阴就变成死血，变成坏东西了吗？所以我在诊所常骂那些为了男人要死要活的女孩子，我说你们真的是想不开。你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，把你父母给你的这点宝贵的精气血都耗干了，最后搞了一身病。那个男人早就抱着别的女人逍遥快活去了。你是要跟谁讨债？这是很大的业障啊，划不划得来？那你肯定要问我，尼斯，我也想找个好姻缘啊，可是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好人？现在的男人太会装了。诸位，嘴巴会说谎，但是面相骗不了人。老天爷在造人的时候，早就把一个人的心性写在他的脸上了。这就是中医讲的有诸内必行诸外。他的五脏六腑好不好，心术正不正，全在脸上挂着呢。今天我教你们几招识人术，你们记在心里。以后遇到男人或者是帮女儿看对象，先别听他讲的天花乱坠，先拿这把尺子量一量。第一招，看眼睛，眼带桃花，必定败家。你看那个男人，如果他的眼睛总是水水的，好像随时含着眼泪，或者笑起来眼角全是纹路，那个眼珠子在那边转啊转的，不正眼看人，看你一眼马上又飘到别的地方去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桃花眼，也叫贼眼。这种男人天生就是犯桃花的命。从中医讲，他的肾水虽然足，但是肾阳不足，锁不住那个精关。他看到漂亮的女人，本能的就想去勾搭一下。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可能还在想别人的老婆。这种人嘴巴最甜，最会哄女人开心，但心最狠。
你指望他这辈子只守着你一个人，那比登天还难。还有一种眼睛叫三白眼，就是眼珠子小小的，眼白很多，吊着眼睛看人。这种男人报复心很重，野心很大。你顺着他的时候还好，一旦你得罪了他，或者你要分手，他可能会跟你翻脸无情，甚至做出极端的事。这种人千万不能碰，碰了就是惹祸上身，是孽缘。第二招，看鼻子，鼻头无肉，心计深厚。男人看财运，看事业，全在这个鼻子上。鼻子也就是我们的财库。好的鼻子要像挂着的猪胆一样，鼻头有肉，鼻梁挺直，那代表他心胸宽广，财库有手。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鼻梁是歪的，或者鼻梁骨凸出来一块，这叫起结鼻。这种人脾气非常暴躁，那个牛脾气上来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很难沟通。最可怕的是那种鹰钩鼻，或者鼻头尖尖的，一点肉都没有，跟刀削的一样。这种人最会算计，自私自利。他跟你在一起，每一分钱他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你对他有利的时候，他利用你；你没利用价值的，他把你踢开的速度比谁都快。你跟这种人谈感情，那就是在跟虎狼打交道。第三招，看嘴巴，唇薄如纸，薄情寡义。嘴巴代表什么？代表信用，代表情义。厚嘴唇的人通常比较重感情，做人比较厚道。你看那个男人，如果嘴唇薄薄的，像2片纸一样紧紧的抿着，说话的时候只有嘴皮子在动，这种人很会讲话，死的能说成活的，黑的能说成白的，但是他也是最薄情的。他今天发誓说爱你1万年，明天就能翻脸不认人。他的话听听就好，千万别当真。第四招，看奸门，凹陷紊乱，婚姻不幸。奸门在哪里？就是眼角鱼尾纹那个位置，太阳穴这块，这里在面相学上叫夫妻宫。如果一个男人的奸门是凹陷下去的，或者在这个位置有那种乱七八糟的纹路，甚至有黑痣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人的婚姻运很差，或者他本身就有克妻之相。跟这种人在一起，你会发现怎么过都不顺，这就是气场不合，磁场不对。除了看面相，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人。很多女孩子这第一关过不去，就是因为耳根子太软。中医讲肾开窍于耳，女孩子肾气如果不足，就容易没有主见，容易被好听话迷惑。男人几句甜言蜜语，说一句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你就晕头转向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天条，在这第一关里，先把你的耳朵关起来，让他闭嘴，你就看他怎么做。阳是动的，是做的；阴是静的，是说的。真男人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吹出来的。第一，看他对底下人的态度。你跟他出去吃饭，看他对服务生、对清洁工、对开出租车的司机是什么态度。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，像个细汉的一样，但转过头对服务生大呼小叫，一脸嫌弃，诸位赶紧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你好，是因为他想得到你，那是他在演戏。他对弱者的态度才是他骨子里最真实的修养。这种人一旦把你追到手，你就是那个服务生。第二，看他的朋友。俗话说得好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别问他，去看看他最好的那几个酒肉朋友。如果他的兄弟们整天吃喝嫖赌，满嘴脏话，不务正业，不管这个男人在你面前装得多斯文，相信我，他骨子里也是那一挂的，这就叫同气相求。第三，看他在你生病时的表现，这一点最重要。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或者你遇到大麻烦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的？如果他只是传讯息跟你说多喝热水，不要想太多，这种男人要他干什么？这就是没良心。真正的男人属阳，阳气是干什么的？阳气是卫外的，是保护你的。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，应该像一座山一样挡在你前面，应该是端着药送到你嘴边，而不是在那边只出一张嘴。最后，我要帮大家纠正一个观念。现在很多人讲门当户对，以为就是我有钱，你也要有钱；我是读过书的，你也要是读过书的。这太肤浅了，这不叫门当户对，这叫买卖。真正的门当户对是阴阳层级的匹配。如果你的心性很高，你追求的是精神的成长，是想把日子过得清清爽爽，而他只是个混日子的，只想每天打麻将、喝酒、混吃等死。
哪怕他家里有金山银山，你们也不是门当户对，因为你们的神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俗话讲，这叫龙交龙，凤交凤，隐归交董。憨如果不匹配是很痛苦的。中医讲神不守舍，如果你找了一个跟你神不匹配的男人，你这辈子都会觉得孤单，觉得没人懂你。这种孤单比一个人过日子还要可怕100倍。所以这第一关情关考的不是你能不能找到有钱人，考的是你有没有自知之明，有没有识人之明。你要找的是一个能跟你同频共振的人，是一个当你运势低落心里难受的时候能用他的乐观和行动，也就是他的阳气来温暖你的人，是一个当你遇到风雨的时候能为你撑伞的人。这第一关情关，如果你能用我教你的这些方法把眼睛擦亮，把心定住，那恭喜你，一般的烂桃花已经进不了你的身了。但是找对了人，结了婚，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后面还有个更厉害的角色在等着你。那个角色可能会让你这辈子所有的修养都破功，让你在家里恨得牙痒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那是谁？那就是你的婆婆。这一关叫做婆关。自古以来，婆媳问题是不是天下的第一大难题？你去问10个结了婚的女人，有8个会告诉你，她跟她的婆婆处不好，哪怕表面客客气气，背地里也是一肚子苦水。为什么这一关这么难过？很多人跑来问我，尼师，是不是我跟婆婆八字不合？是不是我家风水不对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跟八字没关系，跟人性有关系。很多人以为婆媳矛盾是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婆婆喜欢吃咸的，你喜欢吃淡的，婆婆觉得不要乱花钱，你觉得生活要有品质。诸位，这都只看到了表面，没看到根源。我们要用阴阳的思维看问题。在一个家庭里，妈妈是这个家里的坤卦，是女主人，她在这个家里发号施令了几十年，突然间咣当一下来了另外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一进来，不仅分走了原本属于她的权利，最要命的是你抢走了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作品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妈妈怀胎10月，那是消耗了她多少肾精和气血才把你先生生下来的。小时候把屎把尿，生病了通宵不睡，辛苦拉拔长大，这个儿子就是他身上的肉，是他在这个家里最大的精神寄托，是他的命啊。现在好了，儿子长大了，哪怕是吃个饭，儿子都要先给媳妇夹菜，把自己亲妈晾在一边。我请问你，如果你是这个做妈妈的，你心里头是什么滋味？他心里会有一种本能的失落感，感觉像是被抢劫了一样。他会觉得是我辛辛苦苦种的白菜被这只猪拱了，或者觉得我一辈子的心血被这个女人连盆端走了。所以他对你的挑剔，他嫌你懒，嫌你乱花钱，嫌你带孩子不细心，那都不是真的理由。真正的理由是他在找存在感，他在向你示威，他在告诉你，在这个家我才是长辈，我才是原来那个女主人。这就叫人性，你不用去怪他坏，是人都有这个私心，都有这个执念。那既然这是一种天然的矛盾，为什么有的家庭就能和睦相处，有的家庭就打得鸡飞狗跳？问题的关键不在婆婆，也不在媳妇，而在那个夹在中间的男人。绝大多数的男人在处理婆媳问题上，我只有2个字形容：笨拙。讲难听点，就是少根筋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男人属阳，思维是直线的，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，他看不懂女人那种弯弯绕绕的心思。老婆跟他说，你妈今天又骂我乱买衣服，他就跑去跟他妈说，妈，淑芬叫你别管她买衣服的事。结果他妈火更大，好啊，还在背后告状，这还没分家呢，就嫌我啰嗦了。你看，这一来二去，家里的火就是被这个傻男人煽起来的。他以为他在传话，其实他在点火。他要么就是躲出去不回家，假装看不见，要么就是两头受气，最后爆发，把2个女人都得罪了。那这一关怎么破？做媳妇的，你千万不要指望那个傻男人能自己开窍，你要当那个操盘手，你要有智慧。我今天教你们一招，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借力打力，也就是太极拳讲的4两拨千斤。这一招只有2条心法，你只要做到了，我保你婆婆把你当亲闺女疼。心法1，永远不要在先生面前说婆婆的坏话，这是天条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哪怕你婆婆真的是个恶婆婆，哪怕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你也不要当你先生的面骂他妈。
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他妈，是他血脉的来源。你骂他妈，就是在他心上扎刀子，哪怕他嘴上附和你，他心里也会对你有疙瘩，他会觉得你不孝顺，觉得你不可理喻。一旦男人有了这种想法，你们的夫妻感情就出现裂痕了。心法二，通过先生的嘴去夸你的婆婆，这才是高招。你要学会演戏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这不是虚伪，这是慈悲，或者是为了家庭和谐的大智慧。怎么夸？要具体的夸，要夸到点子上。比如说，今天婆婆做了一顿饭，可能咸得要死，你不要在饭桌上说，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跟你先生讲，老公，妈今天那个菜虽然稍微咸了一点，但我看她为了买那个菜，一大早去了菜市场，回来还要在那边顾那个火候，我看她背都有点驼了，老人家真的太辛苦了，我看着都心疼。然后再补一句，老公，我看妈最近腰不太好，可能是带孩子累弯了，我们下次领的奖金买个好一点的按摩椅送给她好不好？就说是你想买给她的，别说是我买的。诸位，这套组合拳打出去会有什么效果？第一，你先生听了会怎么样？他会感动得痛哭流涕。男人最怕什么？最怕后院起火。现在老婆不仅不告状，还夸老妈，还体谅老妈辛苦，还要给老妈买按摩椅，还把功劳让给她。他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娶的这个老婆太明事理了，太懂事了，我真是积了8辈子的德。他对你会更死心塌地，你在他心里的地位瞬间就超过了他妈。第二，接下来这才是关键。这个男人虽然处理矛盾不行，但他传好话很行。他听了心里美滋滋的，一定会跑去跟他妈妈讲。他会说，妈，你看淑芬昨晚跟我说你做饭最辛苦了，看着你背驼了他都心疼，他非要逼着我给你买个按摩椅，说是要孝敬你。第三，你婆婆听了会怎么样？不管她之前对你有多大的成见，听到这种话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心里的那个冰块一下子就化了一半。他会觉得，哟，原来这个媳妇不是来抢我儿子的，他心里是有我的，是懂我的，原来他在背后是这么夸我的。慢慢的，他的防备心就放下了，他不会再把你当敌人，而是真正把你当一家人。因为你给了他最想要的东西，就是尊严和认可。很多女人过不了婆关，就是因为太爱讲理。尼斯明明是他错了，为什么还要我夸他？尼斯他给孩子吃零食就是不对啊。我跟你们讲，家不是法院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你跟婆婆讲理，你赢了道理，输了感情，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。婆关考的不是你的对错，考的是你的情商，是你懂不懂得做人。你要懂得利用你先生这个传声筒，把你的善意放大，把它变成你们婆媳之间的润滑剂，而不是导火索。最后我要从风水的角度讲点深的东西。百善孝为先，在我们传统的命理学里，父母就是家里的2尊佛，也就是家里的活菩萨。不管这个父母有没有文化，脾气好不好，只要他们还在堂，这个家的根就在。你孝顺父母，家里的气场就是顺的。如果你整天在家里跟长辈顶嘴，搞得家里怨气冲天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的财运一定好不了。因为财神爷最喜欢的是和气，俗话讲和气生财嘛，财神爷最怕的是戾气。把你婆婆哄开心了，她帮你带孩子，帮你做饭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工作去赚钱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风水吗？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精明吗？所以聪明的女人从来不跟婆婆争对错，只跟婆婆谈感情，这就叫大智若愚。好了，情关过了，婆关也过了，家庭和睦了，老公也疼你了，你觉得这下人生总该圆满了吗？别高兴得太早。如果说前2关还是心理战，那接下来这一关可是实打实的肉搏战。这一关是要见血的，是要拿半条命去换的，甚至很多人就在这一关留下了伴随一生的病痛，那就是产关。现在有的年轻人，特别是那些男人，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哎呀，生孩子嘛，是动物的本能，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，哪有那么娇气？这种人就是无知，就是冷血。我从中医的生理学讲给你们听，为什么古人说女人生孩子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？你们知不知道，为了让那个6、7斤重的胎儿从那个狭窄的产道里出来，女人的身体要发生多恐怖的变化？第一，开骨缝，断经络，
正常人的骨头是闭合的，是有韧带连着的，但是在生产的那一刻，为了给孩子让路，女人的骨盆会被硬生生撑开，甚至连耻骨联合都会分离。中医讲肾主骨，这一下伤的是女人的肾气根本。这就好比你家房子的承重墙被拆了，你觉得这房子能稳吗？第二，气血大亏，瞬间变成真空状态。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是靠妈妈的气血在养，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刻，那是血势大开。不管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，都要流大量的血。中医讲血为气之母，血流走了，气就散了。就在孩子离开身体的那一瞬间，女人的身体内部就像一个被抽干的真空袋，五脏六腑都悬在半空，经络里全是空的。这个时候，女人的身体是最虚弱、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候，哪怕是一丝丝的风，哪怕是一口冷水，这时候进去都会像利剑一样直接刺进她的脏腑深处。现在的医院生完孩子给你干什么？吊点滴、打抗生素、打宫缩针，那些药水，还有那个生理盐水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温度是多少？是冰凉的啊！从中医来看，这简直是乱搞。女人刚生完孩子，体内阳气几乎耗尽，全是阴寒之气。这时候你最需要的是热，是火，是把阳气补回来。结果西医倒好，直接往你血管里输冷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雪上加霜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女人生完孩子，明明没有受风，却总是觉得骨头冷、关节痛、腰直不起来，甚至还会得那个产后风湿？那就是因为你在产房里，在你身体最空虚的时候，寒气已经长驱直入，在你的骨髓里安家落户了。还有更可怕的，就是产后忧郁症。很多男人不理解，说你有吃有喝，就在家带个孩子，你忧郁什么？你是不是闲得慌？诸位男同胞，如果你这么想，你真的要反省。从中医来讲，产后忧郁根本不是情绪问题，那是生理问题。心主神明，一个人的精神好不好，靠心血在养，靠心阳在推。刚生完孩子，心血大量流失，心阳也就跟着暴跌。这时候身体里的阴气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阴气太重，人就会消沉，就会想哭，就会觉得世界一片黑暗。这就像天上的太阳突然熄灭了，整个世界都黑了。你说你会不会恐慌？会不会害怕？那个躺在床上流眼泪的女人，她控制不住自己啊。她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阴阳崩塌。这时候如果做老公的不但不体谅，还在旁边讲风凉话，或者嫌弃她身材走样，嫌弃她不修边幅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就是在把她往绝路上推。那这一关怎么过？怎么才能把身体补回来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坐月子。现在有些年轻人崇洋媚外，看那个外国女人生完孩子第二天就喝冰水去跑步，就觉得坐月子是迷信，是陋习，笨死了，真的笨死了。外国人那个体质跟我们一样吗？他们以后老了，那个关节粗大，皮肤粗糙，妇科病一堆，你看到了吗？坐月子是女人一生中第二次投胎的机会，如果做好了，以前的痛经、手脚冰凉这些老毛病可以一笔勾销。如果做不好，那你下半辈子就是个药罐子。我给你们几个坐月子的金科玉律，记好了。第一，绝对不能碰冷水，不能受风。这一个月你就是个瓷娃娃。洗头洗澡要用姜水，洗完马上吹干。空调不能对着吹，谁要是让你喝凉水、吃生冷，就是在害你。第二，要大补气血，但要讲顺序。第一周不要急着吃老母鸡，要先排毒，喝生化汤，成分是当归、川芎、桃仁、泡姜、炙甘草，把子宫里的恶露、淤血排干净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第二周开始再上麻油鸡，杜仲腰花。麻油是热性的，姜是去寒的，鸡是补气的，杜仲是补肾的。这些东西吃下去，才能把你身体里的那个小太阳重新点燃。第三，心情要舒畅，少流泪。肝开窍于目，月子里流眼泪，最伤肝血，以后眼睛会花，视力会降。这时候那个做老公的，你的作用就来了。你不用你会赚多少钱？这个月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当好你老婆的出气筒和开心果。孩子哭了你去抱，尿布你去换，老婆发脾气你就受着，还得笑着哄她。你要知道，她现在受的这个罪，
是为了给你家传宗接代，那是你哪怕把心掏出来都还不完的恩情。当你熬过了生产的痛，熬过了月子的苦，你会发现你变了。那个曾经瓶盖都拧不开的小姑娘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为了孩子可以3天3夜不睡觉，可以一只手抱娃一只手炒菜的母亲。这就叫为母则刚。但我要提醒所有的女性，这个刚不要硬撑。在孩子面前你是母亲，但在身体面前你永远是那个需要呵护的女人。爱孩子之前，先爱惜你这副为了孩子千疮百孔的身体。好了，这一关产关，如果你能按照中医的方法好好坐月子，把亏空的血气补回来，那你就算是重生了。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你也恢复了元气，你以为生活终于要平静了？呵呵，人生哪里有那么容易？就在你忙着带孩子，忙着操持家务，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，你可能忽略了那个被你冷落了很久的男人。他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，外面的花花世界正精彩，而你成了家里的黄脸婆。这时候第4道鬼门关正悄悄地推开你家的大门。这一关杀人不见血，却能把一个家拆得七零八落，那就是异性关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婚外情。为什么偏偏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出问题？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，这是阴阳失调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在过去的那10几年里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把所有的心血都耗在了孩子身上，耗在了柴米油盐上。你一天到晚忙得像个陀螺，在那边转啊转。为了省钱，你舍不得买新衣服；为了带孩子，你没时间打扮。慢慢的，你的脸色黄了，身材走样了，嗓门也变大了。你顾不上自己，你也没有精力去顾及你家那个男人的感受。而你家那个男人呢，40多岁，正好是男人阳气盛，事业往上走的时候，他在外面接触的人多了，见识广了，兜里也有了几个钱，尾巴就翘起来了。这时候外面的花花草草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烂桃花，自然就围上来了。这2个人回到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一个讲的是，哎呀，今天菜价又涨了，水管又漏了，孩子补习费又要交了，全是琐碎的事情。另一个脑子里想的是，那个公事还没处理好，今天跟客户谈得不顺。这2个人虽然睡在一张床上，但是心已经隔了10万8千里，这就叫同床异梦。久而久之，这个家就变成了一个旅馆。你嫌他矫情不切实际，他嫌你啰嗦没见识。这种冷冰冰的家就是细菌滋生的温床，外面的苍蝇蚊子，也就是那些第三者，一盯一个准。我给你们讲个我病人的故事，非常典型，你们一定要听进去。这位女士叫林董，那是真正的女强人，身家好几个亿。她在公司是一言九鼎，几千个员工看到她都要鞠躬哈腰。她习惯了发号施令，习惯了掌控一切，这在生意场上是对的，这叫阳刚之气。但是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她把这种气场带回了家。她回到家跟她先生谈的也是战略，也是效率。她先生跟她讲，老婆，今晚月亮不错，我们去散散步好不好？她眉头一皱，散什么步？我还有3个文件没看呢，你怎么整天就知道玩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诸位，你们听听，在这个家里，她是阳，她先生反而成了阴。这就是命理学上最忌讳的，那就是阴阳反背。一个家里不需要2个男人，不需要2个董事长。久而久之，她先生在这个家里找不到男人的尊严，找不到被需要的感觉。最后怎么了？最后他就在外面找了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有林董有钱吗？没有。有林董漂亮吗？也没有。但是那个女人有一样东西林董没有，那就是温柔。那个女人会崇拜他，会给他倒水，会听他吹牛，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林董哭着对我说，尼斯，我辛辛苦苦赚钱，让他住豪宅，开名车，他居然背叛我，他还有没有良心？我看着他，我很残忍地告诉他一句话，林董，你算错了。男人在外面打拼像条狗一样累，他回到家，他最想要的不是一个比他还强的合伙人，而是一个能让他卸下盔甲的温柔乡。那这一关怎么过？我给全天下的女人，特别是那些在职场上很能干的女人，一个救命的招数。这一招也是风水上的大智慧，叫各安其位。你在外面，你可以是林董，可以是张总，你可以雷厉风行，那是你的本事。但是只要你的脚一跨进家门那个门槛，请你马上做一个动作，
把那个董事长的面具摘下来挂在门口，走进屋里，你就是个妻子，就是个母亲。你要变得老子讲柔弱胜刚强，舌头是软的，牙齿是硬的，人老了牙齿都掉光了，舌头还在。女人的温柔不是软弱，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。叫你家那个男人去洗碗，你要是用命令的，他肯定不干。你要是用撒娇的说一句，老公我腰好酸，哦，你帮我洗一下好不好？他摸摸鼻子，乖乖就去了。这就叫智慧。男人这种生物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你要是在外人面前，或者在孩子面前，天天数落他没用，骂他赚不到钱，骂他没出息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在把你老公往外推到别的女人怀里去。聪明的女人在外面永远给足老公面子，哪怕他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，你也要笑；哪怕他吹牛吹破了天，你也要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。你让他感觉自己是个英雄，他就会为了维护这个英雄的形象，拼了命的对你好，拼了命的去赚钱养家。这就叫御夫术，也是在帮家里养阳气。当然我也要公平的讲，很多时候问题也出在男人身上，我也要借这个机会骂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。很多男人稍微赚了点钱就开始飘了，嫌弃家里的糟糠之妻带不出去，嫌弃他不懂风情，变成黄脸婆了。他忘了当年他一无所有住漏水屋的时候，是谁在一直陪他。我跟你们讲，这种男人，这就叫德不配位。你现在的财富是你老婆带来的帮夫运，从中医讲，老婆就是你的财库，你如果抛弃了她，就是抛弃了你的财库，把自家的财神也赶走了。我看过太多这种男人，离了婚，娶了年轻漂亮的小三，结果呢，没过几年生意破产，身体搞垮，中风的中风，瘫痪的瘫痪，最后那个小三卷着钱跑了，他晚景凄凉。这就叫现世报，老天爷的账算得比谁都精。最后讲一点点家里的风水，这跟你们的感情运势很有关系。你们的主卧室，也就是夫妻睡的那个房间，千万不要放太多的电器，也不要放那种奇形怪状的艺术品，更不要放桃花假花。主卧是养阴的地方，要安静，要温馨，灯光要柔和。如果在主卧放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或者镜子对着床，那叫桃花煞，容易招惹烂桃花，让夫妻俩心神不宁，天天吵架。房间颜色也不要大红大紫，那会让人火气大，要素雅一点。像我们中医讲的，要能安神。这一关情变关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考验，它考验的是你们这么多年经营下来的情分，也是你们的定力。婚姻就像一艘船开到了江心，风浪最大，只要女人的心定了，懂得以柔克刚，只要男人的德行守住了，懂得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这艘船就能稳稳地开过去。第五关，守寡关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们一路走来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情关你看透了，婆关你磨合了，那个最凶险的中年情变关你也熬过了。这时候你可能已经60、70岁了，你的头发白了，背也稍微有点驼了，看着满堂儿孙，你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圆满了吧？且慢，老天爷给女人的这张试卷还有最后一道大题。这道题最冷酷，最无情，但你必须得答，想躲都躲不掉。这道题叫做守寡关，也就是我们讲的面对另一半离去后的日子。我讲这话，可能很多男性听众听了心里发毛，觉得我是在咒谁，但我是个医生。医生只看事实，只讲真话。你们去看看全世界的统计数据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女人的平均寿命普遍都要比男人长个5到7年。而在我们华人社会，因为男人要在这个社会上打拼，压力大，应酬多，抽烟喝酒伤了肝肺，这个差距可能还要更大。从中医来讲，男为阳，女为阴，阳气是易散的，像火一样，烧得旺也灭得快，阴气是主收敛的，像水一样细水长流。这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残酷但你又必须接受的现实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，绝大多数的女人注定是要一个人走的，那个每天听你碎碎念的老伴大概率会先走一步。这一关非常非常不好受。我在诊所看过太多这样的老太太了。年轻的时候她把先生当成天，
先生就是他的主心骨，是他的提款机，是他的司机，是他的水电工。他习惯了什么事都喊一句：老头子，灯泡坏了，你来看看。老头子，那封信放哪儿了？突然有一天，那个声音没有人应了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，挂在墙上。孩子们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家庭，像鸟儿一样飞走了，逢年过节才能回来看你一眼。你一个人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，早上起来屋里静悄悄的，晚上睡觉身边冷冰冰的，面对的是无尽的孤单和怎么熬都熬不完的时间。很多女人就是因为过不了这一关，先生一走，她的精气神也就跟着走了。中医讲形神俱灭，有的变成了祥林嫂，见人就哭诉自己命苦，说是歹命人，弄得孩子们都不敢回来看她，怕惹麻烦，怕听她抱怨。有的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没过2年，不是得了老年痴呆，就是郁郁而终，跟着先生一起走了。诸位，这就是这一关考不及格的下场。你这样走，你先生在天之灵能安息吗？那这一关怎么过？我要奉劝所有的女性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30岁、40岁还是50岁，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有这个意识，就要开始准备这一关的修行了。怎么准备？存钱吗？钱当然重要，但光有钱没用。我见过很多有钱的老太太，住着最好的养老院，还是活得像具行尸走肉。真正的准备是修一颗独立的心，你不能一辈子围着老公转，围着灶台转，你要有你自己的天地，去学画画，去练书法，去公园跳舞，甚至去研究我们讲的易经、中医。你要有一个东西是你自己玩得进去的，是可以陪你消磨时间的。当全世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有这个爱好陪着你，你就不会觉得慌，这就叫自得其乐。不要把所有的社交都寄托在老公身上，要有几个自己的老姐妹，平时能一起喝茶，聊聊八卦，去宫庙拜拜，去进香团走走。老了以后，这些老姐妹可能比你的儿女还亲，比你的老公还靠谱，大家互相照应，这就叫伴。我有个病人，70多岁的老太太，老伴走了3年了，她跟我说，尼斯，我也难过，我也想他，但是我想通了，他先走是他的福气，因为他不用尝这种留下来的人的苦，这苦我来吃。他说，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，下午去教小孩子写书法，晚上回来听听课。我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忙了一辈子，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活几年了。诸位，这就叫通透，这就叫智慧。守寡关考的不是你的命苦不苦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老天爷对谁都是公平的。这一关考的是你一辈子修来的独立和坦然，它考的是当所有的依靠都消失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做自己的大树。好了，我今天讲的这几道关卡，其实就是老天爷给你们设的道场。你在情关里修智慧，在婆关里修包容，在情变关里修柔顺，在守寡关里修淡然。你把这几门功课修圆满了，你的心就定住了。心定则气顺，气顺则家和，家和则万事兴。讲到这里，我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我相信能耐心听到这里的你，一定是一位有福报有慧根的人。如果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，哪怕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哪怕有一点点解开了你心里的疙瘩，请你在留言区做一件事，请留下你的善言。你可以写一句给自己打气的话，比如这一生我定要活得精彩，也可以为你的家人祈福，比如愿我父母安康，愿我先生体谅。或者如果你已经闯过了哪几关，把你的人生智慧分享出来，告诉那些还在迷茫中的年轻妹妹们。语言是有能量的，你发出的每一份善念，最后都会回流到你自己身上，变成你的福报。愿天下女人关关难过关关过。我们下期见。